欢迎收听《聊斋怪谈之五通迎神》。说是吴中有一位赵姓商人，家中有一美貌妻子。那一日，丫鬟老妈伺候着夫人洗漱完毕，准备就寝。那夫人，您早点休息。院中忽然出现了一个人，此人长相怪异，身背宝剑。夫人，你是要去哪儿啊？他来到屋中，将夫人抱起，扔到了床上。就见他把手一挥，夫人身上的衣物尽数散去。夫人知他是五通神，最爱奸人妻女，在苦苦求饶之下，还是没能躲过，被五通神折磨了半宿。夫人！赵姓商人赶回时，看到夫人的样子，又心痛又害怕。五通之神无人敢得罪，如今夫人被他盯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给哥哥嫂嫂请安了。小叔，快请屋里坐吧。五通神每隔10天半月就会来赵府一趟，搞得夫人憔悴不堪。那一日，赵姓商人的表弟万生前来做客。嫂嫂怎么会如此憔悴啊？这近日身体不大好。看到嫂嫂那样子，就问起了缘由。赵姓夫妇也没敢说出实情。你就睡在这里吧，晚间呢，不要胡乱走动，免生麻烦。当晚便把万生安排在内院居住。到了夜里，万生睡不着觉，在屋中操练起拳脚。忽听这院中有沉重的脚步声，听着耳声，透过窗缝观瞧，就见一陌生男子进入了嫂嫂的房间。万生大怒，心说莫不是嫂嫂与人通奸有染不成，便提剑赶了过去。好你个淫贼，竟敢欺负我家嫂嫂！推门而入，就见这五通神正对嫂嫂灌酒，对其破口大骂。五通神岂受过如此对待，挥剑便刺向万生。可他不知万生的武艺是经过高人传授指点的，几个回合下来，万生回手一剑，将五通神的脑袋砍落在地，化成了一匹矮马。赵姓夫妇吓得不行，五通神兄弟5个，一个受难，那几个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他还有4个兄弟，定会回来复仇的。少光府上老小，这可咋整啊？兄嫂莫慌，我自能对付。万生让赵姓夫妇藏好，他熄了灯，隐身在窗后，搭剑在先，注视着窗外。不多时，就有4个人从天而降，落入院中。那4人就是五通中的另外4个，气势汹汹的要上门报仇。万生射出一箭，正中为首的胸口，将其射倒在地。敢与我五通神作对，你不知死活吧你！另外3人一剑就要冲到屋中杀人，可是走在前面的刚一探头，就被门后的万生一刀砍掉了脑袋。另外2通一见屋中之人不好惹，便逃走了。再看被万生砍掉脑袋的是一头猪，院中被射死的也是一头猪。赵姓夫妇命下人把2猪一并收拾干净，
煮炖而食，再也没人再上门报仇了。万生斩杀武通之事很快就传开，有一木商听闻，带着礼品上门求救。请英雄救我家小女呀！说是他家中有一个女儿，年方28，一日院中赏花，飞落一男子，说是看上了木商的女儿。3日后我来洞房。他要纳其为妾，给木商3天时间准备。木商不想女儿落入虎口，听闻万生有杀武通的本事，这才前来求救。万生来到木商家，扮成了新娘，等于房中。娘子，我来也！那男子推门而入，在掀开盖头后，发现是万生假扮，吓得转身而逃。万生紧随其后，挥出一剑，斩断了他一只手臂，又沿着血迹追到城外河边，看到河中有一死鸟，少了一只翅膀。自此之后，武通只剩一通，再也不敢作乱了，也没再有武通淫人妻女的事发生。